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说起八仙饭店呢，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那换一个说法，人肉叉烧包是不是你耳熟能详的惨案？这起案件在澳门发生，案件之中呢，死者有10多个人，而这个案件也被多次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可惜与影视作品不同的是，这起案件的真实结局至今仍然给人留下了很多悬念。很多小伙伴可能对根据此案所改编的电影十分熟悉，但是案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结局又有什么样的悬念呢？1985年8月8日，此时正值炎炎盛夏，一名游客在澳门的黑沙海滩游泳时，发现了海平面上漂浮着奇怪的东西。好奇的他于是决定靠近查看，可是当他看清楚漂浮物后，却被吓得惊慌失措地游上岸来。不久后，接到报案的警方就来到了现场，封锁了整个黑沙海滩，并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个人的手掌。一开始警方以为是出现了鲨鱼袭击游客，但是当他们对这只手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就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了。断手的切口处十分平整，显然是被人用利器割下。手部的指纹遭人破坏，无法依靠指纹来辨明死者的身份，而且手是在人死后才被切下来的。警方判断在黑沙海滩一定还能够找到死者的其余部分。经过数天的努力，他们果然找到了新的残肢，可是这些残肢却分属于不同的人，也就是说死者不是一人。根据分类，警方初步推断至少有5人遇害。澳门警方紧急成立了专案组来调查这起案件。可惜的是，因为没有人报案，死者的指纹又都遭到破坏。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这些涉及到多人遇害的案件居然一点线索都没有。难道凶手真的会逍遥法外吗？一晃8个月过去了。1986年4月，一名广东中山的男子向广东警方求助。他告诉警方，自己从1985年8月中旬开始就一直联系不到在澳门开餐馆的哥哥一家人，而他哥哥在澳门的餐馆和物业都突然转到了一名陌生人的名下。因为澳门方面在去年8月份时曾经发生过一起涉及到多人的谋杀案，所以广东警方不敢怠慢，马上与澳门取得了联系。澳门警方认为一家人突然人间蒸发，财产易主，就算与那些谋杀案无关，也应该调查一下。于是他们开始对这家餐馆秘密展开了调查。经调查，这家名为八仙饭店的餐馆，原老板叫郑林，与妻子育有4个女儿和1个儿子。而此时八仙饭店的主人已经成为了现在50多岁的黄志恒，员工也全部换成了新人。八仙饭店虽然只是一个小餐馆，但是在此地已经开了20余年，因为食材新鲜，物价廉美，所以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成了陪伴街坊们的老朋友，生意一直都很红火。警方找到了餐馆的食材供应商，询问餐馆的近况，结果供应商却告诉他们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原来去年8月4日，老板曾经订购了一批第2天的食材，并要求第2天一大早就要送到。可是第2天供货商送货时，却发现八仙饭店大门紧闭，并且门外贴出了休业3天的告示。这个供货商是郑林的老朋友，满腹牢骚的他跑到了郑林家，想找郑林理论。可是当他敲开郑林家大门时，迎接他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该男子告诉他，郑林一家都搬到珠海去了。这个怪异的现象让供应商大惑不解，但是毕竟这是郑林家的私事，他也就没有过多的猜疑。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郑林的屋中现在居住的是黄志恒的妻儿，而失踪的也并不止郑林这一家7口。同在饭店里工作的郑林的岳母和堂弟都不知所踪。另外，郑林岳母的妹妹陈丽珍也不见了。陈丽珍的街坊告诉了警察，8月5日凌晨时，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慌慌张张的来找陈丽珍。陈丽珍和对方说了几句之后，就急急忙忙的跟着他走了，至今也没有回家。就这样，警方确定了失踪人员一共有10人，并且全部都是郑林的亲人。失踪的时间8月4日晚至8月5日的早上。在这个晚上，郑林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警方与死者断手的指纹修复后，与失踪的郑林一家指纹进行了对比，最终确认其中一名失踪者陈丽珍的指纹与断手上残缺的指纹十分匹配，所以警方判断郑林这一大家子10口人很有可能都已经遇害。于是他们将黄志恒列为本案的第1嫌疑人，并且还判断凶手应该不止1人。首先，接走陈丽珍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而黄志恒已经50岁了，并且经辨认，黄志恒也并不是接走陈丽珍的人。其次，经过对残肢的病理分析，确认死者生前并没有被下毒的迹象。黄志恒虽然还不算老迈，但是也并非壮烈，
要以一敌十还是有点牵强。最后黄志恒想要凭一己之力在一个晚上就将10个人的尸体全部处理干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黄志恒这个帮凶的真面目还没有浮出水面，所以警方不敢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只得派人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他。不知道黄志恒是发现了有人监测，还是做贼心虚。1986年9月28日下午，他收拾好行李就准备前往珠海。警方发现他有潜逃的迹象，于是也顾不上打草惊蛇，直接在海关就将他扣住了。当警员将手铐给他戴上时，却被他的手吓了一跳。原来黄志恒所有手指上的指纹全都被割去，并且一根小拇指还断了一截儿。这一特征让人不得不又想起了黑沙海滩的断手。难道这个黄志恒并不是凶手，而是一个受害者吗？黄志恒很快就被带回了审讯室，警方开门见山地向他表明了对他杀害郑林一家10口的怀疑，并问他是不是想要畏罪潜逃。黄志恒当然矢口否认，同时他告诉警方自己是用走私赚来的60万把郑林的所有财产全部购入的。黑沙海滩的残肢案一直都备受澳门民众的瞩目，嫌疑犯被捕当然也成了重大新闻。一时之间，澳门的各大新闻媒体上都出现了黄志恒的名字和照片，八仙饭店也成为了人们聊天时的必备话题。这个八卦一阵风地吹到了香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又传了出来。一名香港市民看到八仙饭店的新闻以及黄志恒的照片后，立刻向香港警方报了案。他告诉警方，这个黄志恒真名叫陈子良，是一个香港人。他曾在13年前犯下了一起纵火谋杀案，导致1人死亡，2人重伤。案发之后，他就逃得无影无踪，一直是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的对象。奇怪的是，黄志恒居然对13年前的纵火谋杀案供认不讳。原来他在香港犯下命案后，就立即潜逃到了澳门。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他居然想要将自己的指纹去掉。也许是因为过于疼痛，当他把小拇指切掉后，就改变了主意，转而采用割掉指纹的方法。就这样，陈子良改头换面成了黄子恒，在澳门隐忍了13年之久。此时的陈子良虽然承认了纵火谋杀案，但是却仍然不肯承认八仙饭店案是自己做的。在警方的一再追问下，他又改口称其实是因为郑林欠了他赌债，所以用全部财产来抵债的，并且说郑林一家抵债之后就举家移民去了英国。警方马上戳穿了陈子良这个蹩脚谎言，他们早已确定了其中一名死者的身份，海关也没有郑林一家任何人的出境记录。在陈子良被捕后，还在他的家中找到了这名一家人的所有证件，一切的证据都显示陈子良在撒谎。1986年9月30日，澳门警方正式起诉陈子良，并将他关押在了位于澳门市中心的中央监狱，并且不准保释。就关进监狱的第一天，陈子良就吃尽了苦头，入狱3天后已经是遍体鳞伤。10月4日，不堪受到其他犯人的凌辱的陈子良选择用铁皮割腕自杀，幸亏被狱友及时发现，才捡回了一条性命。但是他却在12月4日晚上再一次用易拉罐拉环割开了自己的手腕，这次他不再幸运。第二天清晨，狱友发现他躺在床上冰冷的尸体，所有的真相也随着他的自杀而再也找不到答案。到了这里，也许你以为今天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但是随着陈子良的离世，一封自白信却寄到了澳门的一家报社里。这封自白信是陈子良在自杀之前寄出的，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请代我平反这个冤案。试想，一个将死之人怎么还会说谎？关于我如何得到八仙饭店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如实告诉了他们。可是经过足足3天2夜的审问，我已经疲劳至极之际，他们却在10月1日说要控告我谋杀郑林一家。香港那边东窗事发，我已经抱定决心，以死以示众人。本来我在割掉指纹时，早已当作陈子良已经死去，并在那时决定洗心革面。此时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我也准备安享晚年，就更加不会再有犯罪的想法了。早在1984年，郑林欠我18万8千元时，我就已经有了收购八仙饭店的想法，这是有人证的。总而言之，我绝对做不出这个案子。如果是我做的，承认又何妨？反正我已将不在人世。如今最凄凉的是我的太太和孩子。我以前是一个坏人，理应承担一切后果，但是我太太是个乡下婆，什么也不知道。我郑重声明，我的死是自我解脱，并不是畏罪自杀。自白信的最后，黄志恒还加了一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封自白信一经发表，又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开始认为陈子良是无辜的。也许你认为到这里就将剧终，那你又错了。随着陈子良的狱友爆料，这起八仙饭店案
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这个狱友声称，陈子良因为在监狱里终日被人欺负，所以身心疲惫，最终将秘密透露给了他，这个监狱里唯一的朋友。而这个全新版本的故事，也许大家都会觉得似曾相识。陈子良是郑林一家的老朋友，经常在八仙饭店关门之后与郑林一家打牌。1984年8月4日晚上，他们照例在打烊之后开启了牌局。这天的陈子良手气特别好，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赢了郑林18万。当时郑林以没有现金为由，答应陈子良在1年之后还清赌债，并且承诺如果1年之后未能还清，就会用八仙饭店来抵债。此时的陈子良因为和郑林交情好，所以在没有写下任何证据和欠条的情况下就一口答应。可是1年之后，郑林还是没有还钱，陈子良就开始准备起了自己的班子，打算接手八仙饭店。1985年8月4日，陈子良来到八仙饭店向郑林讨债，可是郑林却以无凭无据为由拒绝还债。陈子良一气之下就对郑林动起手来。因为郑林家人多势众，陈子良便敲碎了一个酒瓶，把郑林的小儿子给挟持了。郑林的小儿子是郑林家唯一的男孩，在场所有的郑家人一时之间都不敢轻举妄动了。陈子良便趁机要店内众人互相捆绑起来。可是当绑的只剩郑林妻子一人时，郑林的妻子突然发了疯一样冲上前来，抢夺他手中的破酒瓶。陈子良随手一挡，酒瓶就扎进了对方脖子。眼看活不成了，陈子良见出了人命，再加上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便一不做二不休，将被捆住的郑家全家都一一杀害。郑家的小儿子是最后一个遇害的，在遇害前居然爆出了一句姨婆会报警抓你的，也就是这句提醒了陈子良。陈丽珍就是在当晚被骗至八仙饭店枉死。陈子良花了1个晚上的时间将10个人的尸体处理完毕，分成多个垃圾袋进行丢弃。这些垃圾袋被运到了垃圾堆填区，其中一个堆填区正好就是黑沙海滩的附近，所以残肢意外地冲入了海中，被人发现了。陈子良的狱友在讲述案件经过的时候有声有色，之后还甚至传出了郑林一家被做成叉烧包食材的恐怖传言。但是这名狱友所说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话，多少真假，已经无从分辨了。这起八仙饭店案留下了太多的悬念，至今的故事版本都无法完全解释案件之中的所有疑点。陈子良到底是不是真凶？郑林到底有没有欠钱？凶手到底有几个？骗走陈丽珍的30岁男子到底是谁？陈子良自杀到底是不是另有原因？所以八仙饭店迄今为止仍然是一桩悬案。好了，今天关于八仙饭店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我是阿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